小朋友需要用牙线吗？牙医师，为什么我每天用牙线就搞得我牙龈很痛，然后还会流血，而且感觉牙齿跟牙齿中间的缝隙越变越大？我到底是要刷牙前用牙线，还是刷牙后用牙线呢？欢迎收看《牙线没有跟你说的秘密》Part 3。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Dr. Teresa， 现在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名牙医师。儿童需要用牙线吗？那什么时候需要用牙线呢？其实当牙齿跟牙齿长在旁边的时候就需要用牙线了，所以乳牙也是需要用牙线的。虽然乳牙跟乳牙中间的空隙比成人的牙齿大很多，甚至有时候乳牙根本就不会碰在一起，还是需要用牙线。那原因其实是两个，第一个还记得我刚刚说的，用牙线其实主要是要用在牙齿跟牙龈中间的那个部分，所以就算它旁边的牙齿没有靠在一起，你还是需要清它牙龈跟牙齿中间的那个缝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要让他们提早习惯牙线在嘴巴里面的感觉，因为虽然乳牙中间是有缝的，成人的牙齿中间其实不太有缝，而且大概在6岁的时候，第一个成人的牙齿就会出来，所以你越早用牙线，他们就越早养成这个好的习惯。我们会建议父母大概都是需要去 supervise 用牙刷跟用牙线，一直到小孩大概10岁、11岁，甚至到12岁左右。我知道我们大人用牙线就已经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了，我在说你吗？还要帮我们小孩子用，所以我知道这是有时候会还蛮难的。一开始不习惯的时候，其实是可以用牙线棒，然后再慢慢的换成牙线。那小孩子需要洗牙吗？小孩子也是需要洗牙，小孩子也是可以有牙龈发炎。临床上就是有看过一些小朋友，他们牙齿其实有很多的牙菌斑，也有很多的结石。小朋友的时候还是要带他们去定时的洗牙。每天用牙线会不会让牙缝变得更大？为什么我的牙龈一直流血呢？我上个影片有提到，其实牙缝变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长期的牙周病导致牙龈发炎，还有牙槽骨的流失，反而是因为长期不使用牙线而造成的。所以正确的用牙线不仅不会让你的牙缝越变越大，反而它还可以预防你牙缝越来越大的问题。很多人会觉得牙线是让牙龈流血的罪魁祸首，牙线真的很无辜，因为它其实是牙龈流血的救星。牙龈流血代表你的牙龈是不健康的，里面有细菌的存在。当身体里面有细菌的时候，会产生一种 immune response， 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，其实就是 inflammation， 牙龈在发炎。这个免疫系统的作用呢，就是身体它会聚集很多的血液去打败这个细菌，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造成附近的组织变得脆弱，也变得容易流血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牙龈发炎的时候会觉得有红肿、容易流血的状况。牙龈发炎不代表你有牙周病，可是代表你的牙龈里面是有细菌的，所以你要每一天用牙线，再加上洗牙的帮助，等到牙菌斑都没有了，你的牙龈是可以恢复健康的。所以一开始用牙线的时候会容易流血，可是久了以后呢，牙龈就会回到正常的状态。本来一开始牙龈流血只是 inflammation， 是一种牙龈发炎的一种状况，它久了以后就会成了一种病，就是牙周病，从 gingivitis 变成 periodontitis。当你有牙周病的时候，你就是不可逆了，而且那个时候花费什么的都很高。牙龈流血的话，那就更要用牙线。所以到底是要先用牙线还是要先刷牙呢？在2018年的时候，The Journal of Periodontology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，他们发现说先用牙线会有效的先清除牙齿跟牙齿中间的牙菌斑，然后你在刷牙的时候，牙膏里面的氟的含量呢就可以有效的渗透牙齿跟牙齿中间的缝隙。另外一个原因也是，很多人通常都是会偷懒用牙线，所以先把牙线用完以后，然后再刷牙，才不会偷偷的刷完牙就跑去睡觉了。如果觉得口中里面有很多食物残渣的话，可以先漱口，再用牙线，然后再刷牙。
谢谢你们看到最后，那就表示你们应该觉得这影片还蛮有帮助的，也喜欢这一类的主题，那就记得要 subscribe、share 跟 like， 这样我在 YouTube 上面才可以更多人看到我的影片。谢谢你们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有那么多种的牙线，要怎么样选择适合怎么样子的牙齿？需要买打蜡的还是不要打蜡的呢？